当时业界主流的猜测认为 O1 的这个推理模型需要用到 PRM 这一种训练方式。在讲 R1 的技术创新之前，先看在它创新之前，业内是一个怎么状况，对这一个推理模型的探索是怎么样的。在去年，也就是24年的9月13日 ，OpenAI 发布了它的推理模型 GPT-O1， 让大家都看到了大模型在推理能力可以做到多么强大。不过 OpenAI 事实上已经变成了 Close AI， 所以它提供的技术资料呢遮遮掩掩，完全看不出来是怎样训练。各个专家和研究团队都试图从 OpenAI、谷歌、微软他们禁区的一些发言报告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然后把推理能力的模型复现出来。当时行业内的主流猜测主要集中在后训练阶段 （Post Training） 和推理 （Inference） 阶段，应用 PRM、MCTS 的方法来提升这个推理能力。其中 PRM 它实际上是指过程监督奖励模型，是2023年5月的时候 OpenAI 在论文 Let's Verify Step by Step 提出的概念。 PRM 是强化学习中应用的一个技术，它主要是提供更细腻的奖励反馈，对任务执行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提供奖励。事实上它很像我们小时候做数学题的步骤分，即使结果错了，我们过程对了也给分，就类似于解方程 2x 加3等于7，我第一步把那个3移到右边正确，那给1分；第二步7减3得4，正确也加1分；然后第三步 x 等于4乘2，这一步错了扣分；然后第四步 x 等于8，错误，直接最终结果错误扣3分，最后总得分是2分。即使最终答案错了，过程中步骤有写对，那么也给一些步骤分，模型也能从这个错误的步骤中学到正确的知识，来帮助自己改善这个模型。PRM 这个过程和我们自己学习的过程其实是很像的。我们在小时候的这个阶段，都是通过学会一个个步骤，老师告诉我们这个推理步骤，这里是对的，这里是对的，那一个步骤错了，然后在推理能力不断提升之后，最后能按照正确的步骤得到正确的答案。在后训练阶段和推理阶段就可以用它了。比如说后训练阶段，大模型训练好之后进行 RL 强化训练，我们加入含有步骤分的资料，提升模型按步骤推理的能力。推理不就是按步一步步来吗？推理的步骤分也打给这个模型，模型就能学到原来我第一个推理步骤是对的，第二个推理步骤是对的，第三个是对的，第四个错了，我从这里开始改进。实际用户使用的推理阶段，同一个问题做多次，然后由于随机性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然后对每一次生成的结果进行逐步骤打分，选取整体分数最高的结果作为最终的答案输出给用户。就用户问一次，其实模型回答了可能16、7次，然后从16、7次中选择最对的一次给到用户。与 PRM 相对的就是 ORM， 这个就是直接基于结果进行奖励。它的核心思想是我不管你具体过程是怎么样的，我只对结果进行打分，如果结果错了，错了就是0分，答对了就给分。它的奖励的颗粒度就更粗。当时业界主流的猜测认为 O1 的这个推理模型需要用到 PRM 这一种训练方式。另外一个 MCTS 呢，就是大名鼎鼎的蒙特卡洛数搜索。2017年 AlphaGo 大获成功之后，在业界就广为人知，自然有研究团队想把它应用到大模型中。它的核心思想呢，就是通过随机模拟来评估每一个可能行动的价值，并基于这些评估结果逐步优化的策略，非常擅长在有众多可能性的情况下选择最优的路径来进行实际的行动。大模型生成的众多结果中，我就可以选一个推理能力最强的这个路径作为最终的结果输出出来，那不就是提高了这个大模型的推理能力吗？同样，它可以在后训练阶段和推理阶段起作用。由于这两个方法都不是 R1 中应用的重点，就不详述了。这部分内容就先介绍到这。想了解更多 DeepSeek 的技术细节，记得点赞、评论、关注。我是野生 AI 产品，陪你一起成长。